当年那3道暗器中的第1道——千鸟精鸣。 又有什么把戏？真的要杀我吗？同样的媚术，第2次不会再有任何的作用。告诉我你们大家长此行的目的，我留你一命。我都说了，我不会什么媚术。如果你心若是有动，那便是真的心动。 妖奴，胡言乱语！哎，等等，你能不能换1道暗器啊？什么意思？这么多针一起扎我，死的未免也太丑了些。你能不能换1道，让我死的不那么丑的，或者你能死的好看些的？这是什么？ 这是血玫瑰，你现在看它虽然是银白色的，但是当它扎入你的身体之中，血液就会流入花瓣，将其染成鲜红色，很美。你就是暗河朱影团首领魁。 伤得如何？你要是再晚来几步，我可能真的就没命了。用千珠之阵困住他。你剩下的暗器有机会再见了。宇哥，刚刚专属你那只寻踪蛛突然兴奋了起来，我就知道你一定在附近。 还好你来得及时，伤不要紧吧？没有大碍。那个唐连月对我留了手，不然我可能真的已经死了。毕竟那是天启城4守护，站在武道顶端的高手。幸好你遇到的是他。玄武使唐连月，一向很讨厌杀人这种事情。胡说。 他对我留手，明明是因为对我一见钟情了。你对自己是越来越有自信了。真的，方才他还说我对他使用了媚术。宇哥，你说我会媚术吗？穆家女子多擅长媚术，不过你确实没学过。玄武使见色起意，见色起意啊！ 先不说这些了，昌河这一路派了不少人阻拦我，他对我们的行踪了如指掌，甚至还传信给了唐连月，这说明朱影之中有他的卧底。我们必须尽快回到大家长身边。宇哥，你难道就没有想过，这个卧底可能是我？这个玩笑不好笑。这不是玩笑。 我确实犹豫过，虽然直到今天，我还没有做过违背当年誓约的事情，可是宇哥，我迟疑了，我开始怀疑我们存在的意义。宇哥，你和昌河从小便一起长大，这一次。 你们真的要向彼此拔剑吗？入朱影之时，我便立过誓，除非我死，否则我不会让任何人威胁到大家长的安危。我当然记得，入朱影乃是暗河弟子莫大的荣耀。等大家长身上的毒解，
重新统帅三家，苏家主自会收回成命。到那时，我们俩便不必拔剑相向了。来者何人？苏家，苏沐雨。所谓何事？这个任务，我不能接。哦，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听说过有人敢直接拒绝提魂殿派下的任务，就连大家长也不能更改我们的决定。你有什么理由拒绝？我不想接。这岂由得你来决定？可我知道你的理由。洛南太守张太成，传闻之中是个爱民如子的好官。南方水灾，各州府没有不贪污赈灾粮的，可唯有他开仓赈灾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将贪污之事上报了天启，逼迫天启城派来了督察官，这才让众多百姓活了下来。这是个好人，所以你不想杀？放肆！提魂殿手术一到，便是皇帝你也要杀？什么好人坏人？你是刺客，不是圣人。我不接。哼！传信给苏家的家主，把他论作叛徒，直接杀了！杀了！杀了！苏家那老儿不肯杀，我去。莫急莫急。你看，这不是有另一位朋友来了？参见三官。苏昌河，代号送葬师，苏家崛起的新秀，不逊色于苏沐雨。不逊色，那就是还比不上。你来此何事？苏沐雨是我的好兄弟，他想给提魂殿提一个他接任务的规矩。我兄弟说他有3不接：屠戮满门的不接，不知缘由的不接，不想接的不接。而我苏昌河来此，也想立一个规矩。你们两个初出茅庐的小子，和我们提魂殿立规矩，大家长都没有这个资格。看来今日提魂殿才要跟你们立一立规矩。二官且慢，我倒是想听听看，你要立的是什么规矩？我要立的规矩就是，所有苏沐雨不想接的，我都接。前几日你也去提魂殿了，你去做什么？自然是帮你谈判啊！哎，你嘴太笨了。提魂殿又不是大家长，他们只认规矩，不认你手里的剑。难怪他们似是默许了我的3不接。哼，那是自然。我的口才向来很好。说不听就揍到对方听，这么看来，口才自然是很好的。你莫不是和他们打了一架？我只是跟他们分析了一下利弊，提魂殿也会算账的，杀了你对他们没什么好处。哼！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答应了提魂殿什么条件？你有你的办法，我有我的办法。你信我便是。剑破九霄，断纷扰，
斩离愁。宵禁不平事，与君上九霄，这便是当年施剑仙一剑成名的九霄城。一剑劈开九霄啊，那只是个传说。大家长，你也是用剑的，你年轻时没想过来九霄城看一看？寻常人的剑是剑，暗河的剑是凶器。更何况，我年轻的时候并不用剑，剑法是后来才学的。大家长，你年轻时候叫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，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，在暗河中是一个禁忌。不过，告诉你我的名字也无妨。我姓穆，在成为大家长之前，我叫穆明策。穆明策。这便是所谓的朱隐巢穴。朱隐在北离和南绝都设有这样的巢穴，每一处都是易守难攻的堡垒，所以很多人不想我们做那归巢的支柱。就这点本事，还想来杀我？是谢家的人。丑妞，不必讲出来。大家长，既然他们敢动这个手，咱们就没必要再给他们留什么情面，杀便是。穆家和谢家居然联手！他们竟然布下了天网阵！天网阵，别看！快住！丑牛，还没死。大家长，你不说这马车刀枪不入，机关无数吗？为何不用？来不及了，人已经进来了。人？是繁花呀。许久不见了，请大家长恕属下身体不便，便不与您行礼了。痨病鬼，你这病深入骨髓，神仙都治不了。是啊，我注定是个将死之人了，所以才敢这么直截了当的来见大家长，不怕大家长治我的罪。那么你到此是想与我说些什么呢？大家长坐在这个位置已经很久了，如今又身受重伤，不如顺势退下来，颐养天年，将这些琐碎烦心的事情交给正直壮念的人来做，难道不好吗？正值壮年，你说的是谢霸吗？我谢家家主这些年为了安和尽心尽力，自然是最好的人选。
那若是我拒绝呢？这番话便只能冒犯了你。你们想要的，无非就是我手里这把面龙剑。手握面龙剑，才是暗河真正的主人。原来你知道啊，那么你也应该看到，如今握着这把面龙剑的人是谁。既然这把剑还在我手里，那么这个暗河还是我说了算。引魂香，师长，不好，他用内力护住了这炷香。大家长，大家长无碍。我们走。谢繁华不可能拿到引魂香，是穆家人给他的。这引魂香不是什么难解的毒，只是没想到大家长出身穆家，现如今穆家却也如此不顾情面。成了大家长，便不再是三家人了。没想到，大家长的内力竟如此深厚，能强行将引魂香的毒素逼出来。逼出的并不难，只是12时辰之内，我无法再行运功。家长，阿克，你在这里多少年了？已经30年了。没想到我此生还能等到大家长的亲临，无憾了。你本应在此处颐养天年，我来这里给你添麻烦了。叨扰了，大家长说笑了。像我们这样的人，有什么资格说颐养天年呢？你们都听着，入门的1刻内，勿言。好。大家长，钥匙。
这便是无声之阵。没错，这便是无声之阵。大家长，我带你回房间歇息。大家长，这位姑娘是……我叫白鹤怀，你要是早50年遇到我，我能治好你的驼背。这位姑娘是药王谷的神医，她此话倒未必是大话。我从不说大话，他这驼背啊，不是天生的，是后天被人给下了毒，骨头都给毒软了，才变成这样的。要是能及时把毒给去了，再配合一些正骨的功法，便可以痊愈。可惜，时间过得太久了。多谢神医，老朽已经习惯了。哎呀，也不是不能治，就是这个价钱嘛，要高一些。有多高？你把这处宅子给我吧。大家长，神医他说笑了。神医还真是个贪心的人呐，所以我才会离开药王国。啊，大家长，您的房间已经到了。神医，若是有什么情况，你就拉动这根绳子，木鸟会震动传音，而我会以最快的速度赶过来的。木鸟？对，这周朝各个区域都布有木鸟。大家长，我先告退了。哎，大家长，真是一个倔强的老头。我还没晕，神医不必急着嘲讽我。我只是觉得方才那位老先生对您是忠心的，您为何还要在他面前强撑着，装作是一副安世如常的样子？若你见过他杀人的样子，便会明白了。我的确信任他，但毕竟我们有30年未见了。做大家长可真累。驾！鱼！他追来了。我来拦住他，你去九霄城。他可是唐年月，上次他留了手，这次未必会了。宇哥，我不想在你和昌河之间做选择，你去了结这一切，我的选择交给你。至于他，相信我，他舍不得杀我。我给你一道护命真气，拦不住便逃。
万事小心。你倒追得挺紧，我们这样昼夜不停的赶路，还是被你追上了。怎么，就这么急不可耐的想见我？你们驾着马车走不快，我自然追得上。纸伞鬼就这么抛下你了？是啊，旁人待我哪有玄武使这般有情有义？小女子还记得昨夜玄武使的怀抱，明明身子那么温暖，怎么总要装出一副冷冰冰的样子？你真觉得我不会杀你？假的呀，江湖中不缺多情郎，不过，往往今日多情，明日便无情。纵然那晚你见我一眼乱了心神，不过或许说忘就忘了，又或许，在你心里报仇为重，儿女情长说放便放，谁知道呢？谁看你乱了心神？谁急便是谁了。纵然我穆雨墨天姿国色，乃暗河第一美人，不过，你我毕竟是萍水相逢，露水情缘。所谓一见钟情，不过是见色起意。你对我终究没有太深的情感，我懂。见色起意？你站住！你杀我来，我杀你，一曲长罢思方休。记住，我不杀你，只是因为我不喜欢杀人。你果然是在骗我。你果然还是关心我。你的暗器太厉害了，我打不过你，可能这次真的要死了。你死不了。神医今日便为我施用移魂大法，今日怕是不行了。大家长早先才经过一场大战，精神上还是很虚弱的。而移魂大法呢，又极为损耗施用者，
和受用者双方的精神力。若是此时强行施用移魂大法，怕是你我的小命都要不保。今日大家长便先好好歇息吧。只要这朱朝真有大家长说的那般铜墙铁壁，那我们自然一切无忧啊。也罢，那便再等一等。今晚的月色真美啊！是啊，今晚的月色是很美。谁？鬼宗部暗合苏家的武功。你看错了，我就是随便躲了一下。有意思，本以为一招就能杀死的小丫头，倒是给了我不少惊喜。惊喜只会越来越多。这倒是无趣了。把那斗笠摘了吧，你眼神不好。苏家的三针引线，这可是许多天字号刺客都掌握不了的技艺。别乱动，乱动我就杀了你！我已经动弹不得了，你只要再给我来一针，我就死定了。你觉得我有那么傻吗？谁知道你有什么诡计？来人啊！若是有什么情况，你就拉动这根绳子，木鸟会震动传音，而我会以最快的速度赶过来的。是你？你来了。谁带你进来的？朱影中每一个人都是你亲自挑选的，你不相信他们？我更相信结果。他们一直都忠诚于你，你不该怀疑他们。但是你犯了一个错误。什么？他们忠诚于你，但不代表忠诚于大家长。若他们觉得你的选择错了，应该也会想办法让你走上正确的道路吧。今日就到这儿吧，苏沐雨。你身边有很多惊喜，比我想象的还要多。申夜，就当我求你，不要拉他。我差点都忘了你们是好朋友，但我刚才差点被他给杀了。抱歉。不是说这朱朝严丝无缝吗？那他怎么能够轻易潜伏进来？应该是有内奸。申一放心，我会处理。方才你都看到了吧？鬼宗部还有三针引线。只看到了三针引线，没想到神医还会鬼宗部，那门功夫怎么了？还挺难练的。你难道就不想问我些什么吗？神医对我们暗河的了解，早就超过了常人的范畴。我想这其中，除了老妖王和大家长的渊源之外，定然还有其他故事。但这都与今日之事无关。我只需要确定一件事。什么事？神医确实是在努力寻找医治大家长的方法，对吗？是。我会竭尽全力治好大家长。那我也给神医一个承诺：从今日起，直到大家长痊愈，只要有我苏沐雨在，便不会有任何人伤得了你，除非我先死了。你们暗河的话能信吗？听说你是无名者，那在进入暗河之前，你在什么地方？无间城。无间城，就是那个号称用剑无敌，却一夜覆灭的剑之城。不是说城中所有人无一幸免吗？
听说神医爱听故事，若有幸度过此次难关，我便和神医讲讲我的故事。桃儿，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神不知鬼不觉的。这座朱巢我来过几次，如何潜入其中，自然十分清楚。我倒是忘了。这里一共36处机关，就算是绝世高手来了，也很难生还，除非来的人对这里的构造无比清楚，比如我。可即便是我，有一处地方也是不得不经过的。哪儿？这里是整座朱巢的阵线。躲开那36处机关的办法一共有4条，可每一条都必须要经过这里。昨夜我经过这里的时候，并没有人，而你是负责把守这里的人。你当死！告诉我背叛的理由。桃儿，你比谁都清楚，大家长所中之毒无人能解，就算解了，他也活不了几年。他应该让位。你走吧，永远不要再出现。桃儿，直接杀了大家长，取走面龙剑，那一切就能提前结束了。我并非真的不会杀你。你护不住所有人的。该放他走的。你是暗河的魁，若论在暗河的地位，你比我高不知多少，不必对我行礼。叛离朱营，是暗河最大的罪。可只有活着，才能治别人的罪，不是吗？以如今的情形，暗河大家长都能被3家合力追杀，那些规矩还有存在的意义吗？我与你见过几次，也听说过你不少的传言。据说你在提魂殿中有一个称呼，叫3不接。屠戮满门的不接，不知缘由的不接，不想接的不接。我在暗河待了一辈子，你是我见过唯一的一个能和提魂殿提条件的人。因为我有一个朋友，他也有个说法，所有苏沐雨不想接的，我都接。这事他瞒了我很多年。是苏长河吧？送葬师苏长河，据说他的剑法不如你，但他送葬师的名号却比你执3鬼要使人闻风丧胆得多。
你能有这个朋友，很不错。我知道，但暗河的人并不需要朋友，朋友只会使你握剑的手犹豫。宋沐雨，你一个靠一本残谱就能复原18剑阵的天才，没想到你却是一个愚蠢至极的人。前辈何解？你想做一个好人，而身为刺客却想做一个好人，这难道不是世间最好笑、最愚蠢的事情吗？你知不知道，无论你们俩谁活着出来，都能进苏家。可是如果你们2个人一同出来，便是破了我们暗河的规矩，都要死。我知道。17号，杀了你身边这个人。我不会杀他。我们2个人都要活下去。好，好，危难关头，尚不愿弃旁人于不顾，你们还真的是一对好朋友。我们不是朋友，刺客是不应该有朋友。可若我们都入了暗河，那便是家人。既是家人，又怎能弃之不顾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快杀了我吧！别犯傻了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你若要动手，那我便杀了你。住手！大家长，大家长，小子，你今日所做之事，是在挑战暗河的威严，也是在挑战我的威严。你们2个人，你觉得暗河值得为你们破一次规矩吗？值得。哦，我们2人在3年之内，定会成为这暗河100年来最优秀的刺客，整个暗河都将因我们而改变。好小子，你这话我记住了。白痴，这下一定我已经死了。规矩的存在就是用来被打破的。暗河这100年来破了不少的规矩，但都是建立在破坏者的实力足够强大的前提下。我今日可以为你破一次规矩，并为你进行观醒之礼，但你须得向我证明你的实力。愿接大家长一剑。若死了，那走出鬼窟院的便只剩他一人，还请留住他的性命。若我还活着，还请大家长给我们一次机会。你很重情义啊，请大家长赐剑。好。
你记好了，我赐的不仅仅是那一剑，也是你之后的命运。你愿意接受我的恩赐吗？多谢大家长。3家之中，你想去哪一家？我和他都要去苏家。好啊，从今以后，你俩就是我苏家的家人。还真让你这傻子给做到了。有些事情，我想尽力。临行前，我给过你手令，你可以调遣苏家所有的精锐，但好像你并不珍惜这个权利啊。就连苏哲，也是我替你派出来的。是昌河不想让苏家与朱颖正面冲突，这样会坏了老爷子的名声，又会白白损坏苏家的精锐。不过方才我差点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回来了，所以老爷子，请相信我，10日之内必替你取回绵龙剑。混账！老爷子有话好好说。拔剑干什么呀？我说过要杀人了吗？说出来老爷子可能不信，这把剑是他刚刚自己出来的，对吧？对。你呀，你从来没让我失望过。我希望你这一次也别让我失望。昨天晚上去哪儿了？我问过苏哲，他说他睡了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去朱巢探了探路。就你一个人？苏家在九霄城埋伏了那么多精锐，为什么不用？是不相信他们，还是担心他们看穿你？老爷子哪里的话？我是去探路，又不是去杀人。虽然你不是个东西，但整个苏家最有可能做成这件事的，只有你。我再给你点时间，把事情干好，干得漂亮一点，别辜负我对你的期望。哦，对了，这苹果是为你镶的，吃吧。恭送老爷子。哟，这不是丑牛吗？堂堂朱颖12校的丑牛，不在朱巢里保护大家长，反倒是鬼鬼祟祟的在城里晃悠，莫不是想逃出去？你们是谢家人？是啊，但你却没有见过我。不过，我却见过你。在你成为朱颖12校的那天，我去观礼了。我记得当时你在台上宣誓，此生要为大家长效忠，那神情，坚毅又神气。不过万万没想到，如今你却逃出了朱巢。
所以，你是背叛了你的大家长？与你何干？别动！他让你别动，那是劝你真的别动。我劝你赶快交出朱朝的机关图，饶你不死。你做梦！你是谁？我从未听说过谢家出了一柄这么好的龙牙刀。你确实不曾听说过。为了对付你们朱颖，各家都暗自培养了一批好手，每个人都不比你们苏沐雨逊色。呸！就你们，也配和头相提并论？我的刀法和他的剑法相比，如何？头的剑法自然比你要强上100倍。希望你没有骗人。你怎么把他给杀了呀？他不会说的，我能看得出来。更何况穆家少主的纸碟已经先一步给他下了毒，还不如此时先给他个痛快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不屑。我是说，我的名字叫不屑。跟你出任真晦气！起来。我们走吧。走，好不容易守到一只落单的蜘蛛，你若不杀它，说不定我能用毒，从它嘴里逼出更多细节。你是谁？他就是穆家的穆雪薇，代号毒花。避开！你的刀法还不错，只可惜……可惜什么？他是谢家谢千机，这一代谢家弟子中，机关、阵法之术第一之人。大家此行都是同一个目的，何必如此针锋相对呢？哎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你应该就是穆家会算卦的穆清扬。没错。来，我来卜一卦，看看此行的吉凶。桃花面为吉，桃木见面为凶，你们觉得如何？啊？你这就是算卦呀？哎呀，大道至简嘛。还有人装神弄鬼。哎，不必打了，他就是穆家的穆白。穆白。但是谢家的诚意却很一般啊，派出了你这么个将死之人，谢繁花。因为快死了，所以不畏惧死亡。我们6人，明日负责撕开朱朝的那张网。深夜，你有心事，是在担心雨墨姐姐吗？是。你喜欢她？喜欢，但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喜欢，而是家人之间的喜欢。沐雨。大家长，大家长，你总算是醒了。看来我是睡了很久啊。那
既然大家长醒了，明日我便为你施展移魂大法，来寻找这根治雪落一枝梅的方法。多谢神医。在此之前，我跟沐雨还有些话要说。那我便不打扰二位了。沐雨，一路行来辛苦了，路上应当遇到不少麻烦的对手吧？确实遇到了一些麻烦的对手，但还好能在大家长去毒之前赶到九霄城。三家的攻势不会停止，下一步他们就应该想办法要攻占朱朝了。谢穆两家已经联手，我已经听说了，朱隐12校也会做好准备，迎接他们的到来。苏家应该也不会袖手旁观，他们的行动由谁指挥？是昌河，是你那位好兄弟。大家长，昌河此次受苏家之命，不得已行事。他是来取我的命，而你作为魁，我依然会完成我的任务，挡住三家的反叛，治好大家长的病。沐雨，宋沐雨，你是我见过的最矛盾，又是最坚定的人。但你这位好兄弟的剑光，或许比我的更锋锐。啊，春和风柔的，真是个舒服的世界啊！那天在主朝之外，动手的是谢家的刀，借天网阵的却是穆家的龟。是啊，谢家、穆家联手了，就只剩下我们苏家孤立无援了。唉，你看老爷子平时这人缘得有多差。不过这场战役最终只有一个赢家，即便是他们现在联手，以后也少不了一场生死大战。你啷子看？我当然是坐着看，站着看，哼，也可以躺着看。老板，一间上房。一间，得嘞，最贵最好的账房。元福，哎，领客人上楼。好嘞。您这边请。您慢点啊。这个小兄弟艳福不浅哦。你果然还是放不下我。我与你无冤无仇，没有理由杀你。我晕倒之前，倒在你的怀里，听到你的心跳一下一下的。你当时心跳如此之快，是害怕我死吗？没有。既然不是怕我死了，就是害羞了。我说了没有。哦，没有啊。那兴许是我听错了。不然玄武使，过来再让我听听，你现在的心跳是不是与那时一样？
现在天色不早了，要休息吗？你伤还没好，省着点力气说话。明天醒了，你就要走了吧？其实，你别看我这样，我就是喜欢嘴上调戏别人。你要是不喜欢，我不说也罢。可我看你分明喜欢听。算了，我累了，说不了太多话。你若是想到床上来睡，就自己过来吧。我呀，也不求着你了。过往20年，都是别人追着我跑，哪有我追着别人跑的份儿啊？出去一趟。怎么了？我水喝多了。半入江风，半入云。进客栈时，见你的背影便觉得有几分眼熟，果然是你。怎么方才不敢面对我，现在又跑过来见我？不想见时便躲，想见时自然就见了。屋里面那个是你们暗河的人。既然你来了，我便把他交给你。我要杀的是大家长，暗河的其他人与我无关。屋里那个人是大家长的护卫，而我此行的目的是让大家长死。你要是把他交给我，那我可就把他杀了。这么快啊？你是尿门口了吗？昌河，是我。你疯了？看来你对我们暗河第一美女，倒是有几分怜惜之意。你在试探我？哪里？我只是想看看是我的寸指剑更厉害，还是你的指尖刃更致命。不过今日似乎不是时候。雨墨，你选择站在苏沐雨那边了？我谁也不站。我就躺在这儿睡觉，你们啊，谁也别来烦我。看来在你心里，还是苏沐雨更重要一些。要不然，你也不会一直帮他拖着唐门这个最危险的家伙。你可不要乱说话。我之所以缠着唐公子，是因为喜欢他。是吗？那前几年你还说想要嫁给苏沐雨呢。唉，女人啊，还真是善变。玄武使，你若真的怜惜我这个妹妹，就在这里多守她几日吧。九霄城的天就要变了，大家长的头颅，我替你取来。宇哥，丑奴的尸体被他们送到了筑巢之外，是在向我们示威啊！我们验了尸体，乍一看是死于刀伤，但实际早就中了穆家少主的跌毒。这一刀，反而是给了他解脱。桃儿，为什么你让丑牛走啊？这都不重要，只是
三家并不打算让我们其中任何一个人活下去，即便是一个想要远离纷争的无关者。既如此，那便让三家也都为此付出代价。今夜，还请诸位守好筑巢。是。我们不死不休。